来来来，全体目光向我看齐！补妆了！我宣布，这就是这一年来第一台让我眼前一亮的安卓平板。如果说上一代的 OPPO Pad 是一台好用的安卓平板，那这代完全称得上是一台好用的平板。我使用这么久下来，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是从实用出发设计的。不说别的，先来看看这一块7:5的屏幕，上了一个2.8K 和144赫兹的高刷，我是真的怎么看怎么舒服啊！这代 OPPO Pad 标注的尺寸是11.61英寸，虽然就比上代的11寸多了这0点几的尺寸，但实际的显示面积实打实的提升了很多。首先最直接的，因为这个比例很接近平时 A4 纸的比例，所以我用它看书的时候，它能直接铺满整个屏幕。而其他11寸的平板嘛，还是会留出一些小白边，眼睛能看，但是心里不得劲儿。难怪我说看着它有一种蜜汁的亲切感。看另一种书的时候，它横屏适配的也挺好，不仅图片看得更大了，而且我一页就是能刷到更多的评论。就算是下册的平行世界，在这个比例下看起来也比其他家的舒服，内容也更多，比例也更合适。看视频嘛，反正显示的面积也没有更小，这多出来的空间就当拿来走弹幕了吧。在王者荣耀这种游戏里面，别的不说，就是能比你看多一节草丛，好吧？物里外挂了，属于是正面很好看是吧？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从来没有给你们看过背面？哒哒。所以我看第一眼的时候就爆炸了，就实力派，好吧？但仔细一想呢，这个摄像头位置吧，其实也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。大家想哦，平时咱们用平板的摄像头会干什么呢？不会真的拿去拍照吧？平板的摄像头主要是为了类似扫描文档啊、插入图片这种用途。像手机那些放在边边角角的摄像头，拍个远的还行，拍近的还得让我去迁就这个摄像头的位置。而 OPPO Pad 2呢，把摄像头放在中间，拿起来直接就对准文档，一气呵成。合理吗？非常合理。而且你的前摄都放中间了，我后摄为了一致性也放中间。再说这次这个 R 角，这诡异的天线，小伙伴们说说，你们都想起了谁？我说这一波是致敬经典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上一代做的不太好的，还得是这个键盘。一代虽然有键盘，但竟然是第三方品牌的，要手动连接，要手动充电，要手动开关机，延迟还大，就充满了将就。新的键盘嘛，磁吸触点连接，不用单独供电，放上就连，打字没有延迟，手感还相当的不错。就这些升级点，搁果子家不得迭代5年？键盘本身的质感也很到位啊，就很多厂商的键盘虽然用了皮质的外壳，但是不仅有毛边，容易藏污纳垢，还很硌手。而这块键盘呢，延续了 Pad 上圆润的手感，把所有的边都收了进去，没有刮手的感觉。这次还多了这个触控板。其实对 Pad 这个产品来说，给键盘但是不配触控板真的很怪。我要动下屏幕，还得搁那儿点呢，就很割裂。码字嘛，标准键位，键程也比较舒适。像我这篇稿子就是用这个键盘写的，一拉直接断开连接，我就这样盖过去，从物理层面断绝乱敲的可能性。键盘背面的磁吸做的很结实，不会像有些平板还有掉下来的风险。手写笔嘛，跟上代比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依旧是属于好用的那类。要说从实用出发，光有硬件可不好使，对吧？这次的系统针对平板也做了很多的优化。对手机来说，横屏也就看看视频、打打游戏，但平板不同啊，横竖屏都会用到的。所以说横竖屏的优化就要做得很好，这是完全2个不同的布局。你看啊，微信你肯定就不想横过来的时候也显示这一整条的东西挡视野吧？这次的系统就优化得很到位，竖着的时候呢，通知是一整条在上面的；横过来的时候呢，右边一小条。如果看视频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，甚至还会变成弱提醒。一些系统应用，比如说天气，竖屏是这样的，横屏就变成了这样。时钟 App 也沿用了相同的逻辑。那这个时候有人就要说了，这其他家平板不也有吗？看这个哦，我下滑通知栏，左边快捷键开关，右边空出来的地方就显示通知。竖屏下来呢，它又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不比照搬手机系统的通知栏逻辑靠谱多了？主屏幕不仅做大文件夹，大文件夹还可以不点进去直接翻页啊！对呀，为什么非得要点进去呢？再说这个平行世界，完全让你自由的调节分屏大小，不给你设置档位。除了这些小打小闹，多屏协同这波也给整上了。去年的 Pad 1代多屏协同不能说少吧，只能说是没有。投屏跑不到30帧。共享剪切板还得手动连接手机才能使用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毛坯房的状态。今年的 OPPO 直接捕获外星科技，别说投屏了，看看这是啥，通信共享都安排上了。只用手动连接1次之后只要靠近就会自动连接，不用开热点，直接打开移动数据就完事儿了。不像热点启动慢，还容易发热。
哎，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好奇，那你这什么互联不互联的和热点有什么区别呢？那来啦，首先它启动巨快，一点，那它就可以使用了。而且它还有很多热点搞不定的功能，就你甚至可以平板再连接一个 WiFi， 然后再用手机上的5G 加速。打开 B 站的时候，它甚至还会提醒我正在用流量。再说它还有电话卡的功能，你看打电话没问题，发短信没问题，上网没问题，这下总不能还说是热点了吧？现在投屏也比较方便了。投屏的状态下，也可以直接在平板和手机之间互传文件。新加入的应用流转也可以接力手机上的应用，比如说我正在手机上面看视频 ，Pad 上面就会亮起图标，点开它就能从刚才的位置继续播放了。像剪片板同步这些也都有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还是体验好的多屏协同码，虽然还不能说特别完美，有些小功能还有优化的空间，但是够智能，够无感，而不是给我一个投屏哗啦哗啦，开个热点就说是多屏协同，还 beta 了2年。影音体验嘛，算是安卓 Pad 的基本优势吧。而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的扬声器，我在用它刷 B 站的时候，把声音拉到最高，整个人都傻了。IMAX 的标准音量也就85dB， 虽然不能真的去跟 IMAX 比哦，这开着最大音量的时候，我真的得喊着说话才能听得见。既然我把音量开到最大之后，我用最长的音量跟他讲，我现在应该听不太清楚了吧？就它的音量还不是那种傻大，声音的细节依然没有丢失，就有一种它能考100分，但不是因为它只能考100分，而是这个卷子只有100分。真的建议小伙伴们有机会的话去线下门店试一试，效果还是挺震撼的。好了，到这里整个 Pad 也看得差不多了。这里说一些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代的 OPPO Pad 2确实进步了不少。第一代 Pad 里面缺失的多屏协同和键盘体验，在这一代也是终于补齐了。而且它有着不输同价位的键盘体验和键盘的质感，让 Pad 这个可以用作基础生产力的工具，完成它工具的使命。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，苹果就像是平板市场里的大山，难以逾越。也是在最近的2年，安卓厂商更新了自己的 Pad 产品线，而且通过硬件和软件的不断完善，逐渐缩短了与 iPad 的差距。对于 OPPO 交出来的这开年的第一份安卓平板的答卷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虽然还有进步的空间，但是目前已经完成了从难用到能用，甚至是好用的转变。我知道弹幕里面这个时候都飘满了，有这个钱为什么不买 iPad？ 我就说一句话，我花了全贴合屏幕的钱，就应该享受全贴合屏幕的体验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